那放心，自己安装滤网呢是不会破保的哈，所以呢，大家只要小心安装，不要拆坏就好了。它就是用这边去计算这个10%的，其实你的回馈是有上限的哦。如果你要拿到最高最多的话，要怎么做？你的保养金额合计会多少？可以透过这个表格，可以一目了然。Hello， 瑞奇安妮的频道，大家好。那这一次呢，哇，我真的去做保养了所以呢，我发现呢，有一些内容呢，跟我上一支的影片的内容有一些出入。等一下的影片呢，会有3个重点。第一个 ，N7 的2万公里跟4万公里的保养做了哪些项目，然后它的费用实际上是多少？我这边有整理出来的数字呢，给大家，让大家能够更快速的去理解保养的东西的内容。第二个呢，我们在保养的时候会有充电的时候，我们会使用 Luxury 的联名卡。那我也很好奇到底它怎么回馈的，所以我也问了一些相关的内容哦。那希望呢这一部影片可以帮助到在 N7 的准车主，或者是你现在就是 N7 的车主，未来你要保养的时候呢，能够做一个参考跟依据哦。那影片看到这边，如果对于我等一下分享内容有兴趣的话呢，帮我在影片的内容按个赞。这次影片呢一定要看到最后，我也会送一份礼物呢给所有看完这次影片的对于 N7 有兴趣的车主哦。话不多说，就让我们看下去吧 ，Let's go。N7 呢，基本上它是每一年或每2万公里的时候呢，要进行保养。如果你是里程比较少，像我们家的车子呢，的确我们在保养的时候大概接近14000公里哦，它就是属于低里程的情况。那所谓高里程，就是说你如果里程跑的比较多，你是每2万公里呢就做次保养的话呢，就是走2万，看你是时间先到还是里程先到，所以你是每一年或2万公里的时候呢，要进行保养，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吗？首先的话呢，我要跟大家讲的内容呢，就是关于2万公里的保养哦。那这张表格呢，是我自己呢去询问完之后呢制作出来的表格。如果大家对这个计算的表格有兴趣的话呢，我后面再跟大家讲可以怎么拿得到这份表格哦。首先呢，这表格要怎么看呢？第一个，我们在左下角标黄色的基本检查项目工资，它有包含呢这3项的工资在里面哦。基本检查项目工资的话呢，到底有做哪些东西？它跟4万公里的基数的大保养其实是一样的哦。在这个共同检查项目里面呢，它会有像是动力检查，比如说空调系统啊、冷却管路啊，然后12伏的效能检测啊，底盘的部分，不管是它的驱动马达，还有它的外观，然后包含它的扭力的确认啊。其实我觉得检查项目的共同的内容的话呢，它就像是你这台车的一个见解啦，因为包含像是高压系统、传动轴啊，去帮你去做一些检查。虽然的确它有个工资，但是我觉得你看它的项目其实包含像高压电、车室内的灯光、方向盘、排挡杆啊的确认，所以我觉得所有东西的内容，如果经过一次健康的检查跟确认的话，你会比较知道说你的车辆它的状况是不是都保持在最良好的状态啊。是建议大家呢每一年跟每2万公里的时候去做检查。那我也问过了 Luxury 的服务中心哦，如果说你没有定期检查，会怎么样呢？是会影响保护的哦，所以我在前面的时候跟大家再三的强调哦，如果你是低里程的，请你每年继续做检查；那如果是高里程的客户的话呢，请你每2万的时候呢继续做检查哈。技师呢，他会根据这检查表，然后每一项呢都会打勾，告诉你说他们所做的一些确认哦，所以它整个的检查时间大概会落在小保养大概是3个小时到3个半小时，大保养的话呢就会比较长，可能是5个小时到6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哦。回到这2万公里的部分，基本项目检查工资的2400块钱呢，就是包含刚刚看到了所有共同检查项目。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包含空气滤网的工资跟雨刷清洁剂的工资。那这个95跟795的金额呢，就是指它在更换的时候使用的耗材，工资啊已经包含在基本项目。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不洗油膜、不换滤网，它只是省这个零件的钱不代表呢其他的项目它是有节省的。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大部分你会想要知道更换的东西内容呢？我真的觉得我非常的有想要求知的精神呢，所以我帮大家都问好了。这张表格所有的内容呢，都是以2025年的4月份为准哦。所有的一些零件啊，它的售价跟内容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调整。我先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服务厂跟我讲的意思是说，去年的空气滤网跟今年的空气滤网的材质啊，他们针对 PM2.5 的部分有做一个提升，所以的滤网的品质比较好，所以它的零件的价格就变贵了。那因为最近呢还会有很多像是关税的一个情况啊，这还是以实际上进场的时间为准哦。那我这边这张表是要给大家一个参考，去让你知道说你更换的时候的项目大概是多少钱。那我这边帮大家列了，像是雨刷、后雨刷，还有像遥控器电池跟12伏的电池。那12伏电池呢，我跟大家稍微提一下，我问的都是含工带料。如果说它不用工资，我后面也会标一下它没有工资。这12伏的电池呢，它的保固啊是1年
破2万公里。那如果它的电池健康度低于70%的话，会出保护给你。上次去测的时候呢，2万都是88%，所以基本上我们也快要到过1年的时间了。基本上我觉得我们的12伏，要么它就是可以再撑久一点，要么就是之后如果更换的话呢，含工带料是2790的金额哦。下面的话，4轮定位跟4轮对调这2个其实不太一样哦，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4轮定位它是有含轮胎的交叉对调，还有轮胎的就是前束跟后束的平衡跟胎压的设定哦。那轮胎对调呢，就是单纯的帮你把前后的轮胎做交叉的十字对调哦 ，X 的对调方式啊。基本上啊，我觉得如果说你的电动车轮胎你希望能够开久一点，比较省的话呢，我是在新北盖世轮固定在那边去做轮胎对调跟4轮定位的，所以我的收费会由他们那边去做处理。那如果说你都是习惯进原厂去做处理的话呢，我建议你好，不管是每2万或是每1万，你如果要进去做一个对调都没有问题哦。先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 N7 呢需要做对调，因为呢 N7 是后驱的车子，一般来说后驱的车子呢，后轮磨的速度会比前轮快一点点。那这个交叉对调可以让你的轮胎的内外侧的部分能够磨损的更加平衡。除此之外呢，也可以把后轮磨的比较多的轮子放到前面去，让它稍微休息一下，把前轮的地方移到后面来，让4轮的磨耗的程度更为平均，所以让它能够一起下课。这样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不过呢，我跟大家讲个小插曲，为什么知道轮胎更换的后面轮胎更换的价格呢？因为我哥不小心踩到他的右后轮了。那我对调是对调个开金即墨的所以呢，我才会知道说轮胎它的实际上更换价格是多少。那目前的话呢，轮胎更换的价格呢是49401一颗哦，它没有分，就是你换1颗、换2颗、换3颗、换4颗，价格都是一样，全部都不含工资哦。所以我这边呢有轮胎对调更换2颗跟更换4颗的价格，我也帮他很贴心的问到了刹车皮的部分哦，它是零件的话是4000啦，那后轮的部分是2220。可是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不含工资的，但是其实像这4项刹车皮跟碟盘啊，我没有办法问到一个很明确的金额，是因为第一个，目前所有的服务厂应该没人换过啦，我是觉得应该没人换过的，应该是没有人那么快刹车皮就下课了。那第二个呢，像我们自己都会开 One Pedal， 就是所谓的单踏板模式啊。如果你有开单踏板模式的话呢，基本上刹车皮要下课的几率也是很低，因为基本上我真的是没有在踩刹车的，除非真的是比较紧急的状况，或是最后就差那一脚把它补的比较深一点，让它锁住的话呢 ，N7 的 One Pedal 模式啊就可以直接做到刹停了。所以基本上这几个啦，我觉得大家还是以当时如果要更换报价为准哦。在荧幕面前的观众，你是营业车车主，你用的比较多，真的有换到的话呢，影片的 comment 上面帮我留个言好不好？告诉我说实际上你含工带料更换的金额是多少？那也许我可以在这个上面呢帮大家 update 做个更新。那当然我们发现说下面的科技啊，因为这个表格为什么说对大家来讲很方便？原因是因为呢，只要你有换的零件，你打勾的时候，下面的合计金额是会跟着动的。因为这个表格是我自己设计的，我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在进场前的时候，你把你所有更换的项目大概做一个评估跟估价，你会比较知道说你需要有换的或是没有换的时候呢的金额大概是多少，你的保养金额合计会多少，可以透过这个表格可以一目了然。希望所有的资料呢能够尽量的公开透明，那对大家来讲会比较有帮助。好，那我们来看看4万公里的项目了吧。那有了刚刚前面2万公里的东西的呢，我就4万公里会讲比较快一点哈。4万公里里面的话呢，它本来就有包含的有这个油膜清洗、滤网、刹车油、冷却液这几项，这3600的工资呢是包含这些项目的哦。如果你不要做的呢，就把它打勾反勾掉就好了。比如说像我之前前置影片跟他提到的，我有固定的去做美容，所以我可能油膜有洗过了，那我可能清洗剂就不用。但是其实95块真的蛮便宜的啦。如果我下次进场的话，我这个应该会让他洗一次，因为我觉得工资都含在里面了，那我多个95块让他洗一下前挡风玻璃，我觉得其实根本就没有差，那也会避免雨刷跳动啊，刷的效率、清洁效率能够更好。就像你手机保护贴上面，如果有一层你按的指纹，你是不是会拿一些湿巾布把它擦一擦？让它看起来比较漂亮，其实呢，就是能够避免就脏东西附着啦。我觉得有2个东西是不能省的哦，刹车油跟冷却液这2个东西呢，对电池冷却效率啊、空调冷却效率啊，还有你刹车的时候呢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哦。在4万公里大保养来说的话呢，如果假设你自己会看影片、拆手套箱，装上你自己喜欢的虾皮买的滤网啊，或是淘宝买的滤网啊。
都没关系，因为其实每一个滤网它们标示的材质都不太一样，你可以装你自己喜欢的，只要合适车型去做使用。那放心，自己安装滤网呢是不会破保的哈，所以呢大家只要小心安装，不要拆坏就好了。那如果你觉得太麻烦，就是希望用原厂滤网把它打勾就可以了。上面的耗材呢跟刚刚前页的东西都是一样的。那我跟大家讲一下标准的原厂的话哈是哪一些？标准的原厂呢就是这4项之外呢还会再加一个4轮定位。那么4轮定位在4万公里的时候会有呢？因为你的轮胎其实已经开了一阵子的时间了。我自己的习惯是每1万就会做交叉对调。那通常4轮定位有2种情况会需要做到。第一个，如果你的车辆，比如像我之前的时候有说，我的右后轮在高公路的时候不小心有切到轮框，所以它有碰到了一下之后呢，会造成它的后束的倾角会稍微做一些偏移。这种情况下面，我也建议你可以做下4轮定位。除此之外的话呢，就是你大概跑到4万公里，我觉得差不多。因为如果你是交叉对调的话，都没有什么意外的情况下面的话，平常就是做轮胎对调。可是因为3、4万，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大概轮胎的部分可能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就是它的定位或一些东西有可能会跑掉的。所以我觉得通常3万或4万公里的时候，我也是蛮建议你们可以做一次4轮定位的。如果你进去原厂4万公里的套餐8930就是现在的价格，所以跟上次我影片提到的7920的金额是不一样的就是跟大家还是说声不好意思，因为我没有实际上进场，我是查了之前2024年公布的资料的。那也还好，我这次进场之后呢，发挥了这个精神，所以呢，我想要跟大家更新一下，这样大家可以理解了吗？如果说我进去了之后，我相信大家是 Luxion N7 的车主呢，你是不是都有使用联名卡的习惯？所以我那时候就会一直想要知道说，那如果进去的话呢，我到底要刷哪一张卡片？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联名卡的回馈咯，也是对大家权益很重要的哦。我们比较 focus 会在服务中心跟充电的部分，那这几个什么纯粹或是炼萃亮点版的东西就不用管了，因为其实他们回馈的几句在今年开始呢都是一样，它没有分别。以前2024年的时候你是亮点版的车主，像我们是首发版亮点版的车主是40%。那如果说你是纯粹版的车主是20%，所以就不一样嘛。可是今年度开始的话呢，都是20%，它是这样分的。那我就先讲服务中心跟充电好了，这2个应该是比较多人会在意的。0.5是基本回馈，所以每个人都会有。那特殊呢，这个叫做每月上限500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项目下面其实写的蛮清楚的，加码回馈的亮点每月归户上限是500点 ，C 的每月上限的部分是500点，所以呢，服务中心呢是回馈2.5%，充电是9.5%，这个部分它是有上限的，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以这个旅行社来讲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常办信用卡啦，我有其他的信用卡是比这个1.5%，就是再加0.5%、2%还要更高的，所以我是不会拿它去刷旅行社啦。格上租车也有像联邦绿卡或其他的卡片它有接近10%回馈，我也不会拿那个东西去刷。总回馈的话呢，服务中心最高可以到3.375%，充电的回馈最高可以到20%，其中的10%呢是这张联名卡给你的，另外10% 是加码的。那对我这2024年标准版买的车主来讲的话呢，我这边就是30%。今年的这张卡片呢，它就是有这个规则嘛，这个 B 再加 C 的部分的回馈的，它就是用这边去计算这个10% 的。其实你的回馈是有上限的如果你要拿到最高最多的话，要怎么做呢？那你今天去纳智捷保养了4万公里的保养，你保养了8930，所以呢，你用它本来的套餐去做的话呢，其实让你回馈的是223啦，因为它小数点一定是去掉的。那也就是说，你看如果你这个时候你的充电的金额可能超过个3000块，这个金额就爆掉了。意思就是说，你本来的0.5跟你最后面的自己给你的10%，你都还是拿得到。可是你有发现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去做了一个4万公里的大保养，这个月我的快充不管怎么样呢，我能拿到的加码的封顶就是277块钱，277块钱。如果大家只针对充电这件事要 focus 的话呢，我给大家一个数字如果你是单纯算充电的话呢，这张联名卡最高回馈金额的话呢是5263块钱。那我们就用计算机呢帮大家简单的算5263块钱除以，我们今天是用6.5块，就是我之前去特的时候呢，我可以充809度电。那这个金额如果是除以高速公路的般的超充的话呢，是438度电。最少的情况下面来讲的话，大概是多少啊？这里是438度电的情况下面，像我自己的习惯，我上次影片有跟大家讲嘛，我的大概平均的能耗呢是5.6公里的话呢，也就是说，
如果我全部都在高公路上面做充电的话呢，这张联名卡回馈到封顶的情况下面呢，我大概要跑2453公里左右。那就要看你自己使用习惯了。那以我自己的话呢，我们家的车子是低里程的车辆，我们一年大概开了14000嘛，所以这个一看就知道我不可能超过这个极限的。以我自己的使用习惯的话呢，只要我那个月没有遇到我回去服务厂做保养的话呢，基本上我的超充的充电的回馈我都可以拿好拿满。前面大家来讲了几个重点，第一个2万公里的所有保养的清单，第二个4万公里所有保养的内容跟清单，第三个你的联名卡回馈上限机制到底是要多少呢？大家可以透过呢我这个表单啊，给大家做一个更清晰的计算哦。影片的最后呢，要跟大家讲一下呢，你要怎么样拿到这一份我制作的表单哦。其实非常简单呢，请依照我下面做的3个步骤，我会把这3个步骤呢放在资讯栏里面，让大家都知道。第一件事情，请你订阅我们瑞奇与安妮的频道，并且在这部影片按赞。第二件事情呢，请你在我们的资讯栏里面去呢点一下我们瑞奇与安妮的 FB 或 IG 任一个就可以了，帮我按一下追踪或按赞。当你追踪跟按赞之后呢，请你私讯我一下，我想得到 N7 保养项目费用表。你私讯给我之后呢，我会把这个 Google 表单的连结再寄给你。好，如果你是用手机的话呢，请你按下右上角那个3个点的地方，请你帮我点一下拷贝备份到你自己的手机里面，变成你自己的表单。原因是因为我不希望说，如果我开放编辑权限，万一有人不小心动错了，改到里面的参数或做一些其他的东西的话呢，就会影响这个表单的内容。那如果说有发现里面的东西的费用已经有更新了，或是跟我现在在2025年4月份分享的内容是不一样的话呢，也欢迎你在我的YouTube 或者在我们的 FB 或 IG 的粉丝页上面留言，我会尽快更新在这份 Google 的表单上面，那让大家下一个在使用的人呢，能够用到最新最完整的资料。那么这支影片呢，希望有帮助到每一位呢，对于 N7 你想要入手、想要计算它的成本的人，也可以帮助到所有 N7 你现在正在路上使用的这个车主哦。我是瑞奇，如果你有任何对于 N7 有关的疑问，或者说有任何想要跟我讨论跟交流的，欢迎在我们影片下方留言哦。我们下部影片见，大家拜拜。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说声谢谢哦，因为我跟安妮呢，并不是全职的 YouTuber。当时创这个频道的时候，你是想要记录自己的生活，那刚好我对一些东西感到有兴趣的话呢，我尽量抽我自己额外除了上班工作的时间之外呢，剪出一些影片呢，给大家做一些分享。那也很感谢大家有看到之后呢，给我一些很多的一些正面的回馈哦。那最近的时候，关于 N7 的影片的订阅数有增加一些，再次跟大家感谢。那其实我频道里面本来还有拍一些 Google 的东西啊 ，Chromecast 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哦，不是我不想更新，只是因为，就是大家时间都有20小时嘛，那我还是2个孩子的爸爸，所以可能不一定所有东西都能够更新的这么及时。那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见谅。如果大家对于哪个东西的主题有兴趣，如果刚好我有一些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话呢，我也很乐于跟大家分享哦。